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。因为我这2天才从大阪回来，然后对，有点吃的有点胖。那我这次除了去大阪就是吃东西之外呢，还顺便去了大阪的界。界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生产刀子的地方。界刀子有名的地方在于说，可能以日本的厨师来说，大概有90%都有使用过界生产的刀子。那我这次去的时候呢，我就有去买一些刀子回来，顺便帮别人带一些刀子回来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这次带回来的刀子。对，我这次去买了介绍型的刀子。那界刀子的品牌很多，那今天我介绍这个介绍型，它算是比较有名的、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。它算是在界刀子里面来说，算是卖的蛮好的一个品牌。对，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。那我这次带了3种长短不一样的刀子，其功用也不太一样。然后我还去买了一些磨刀石，对，这是刃之黑木磨刀石。那首先呢，我介绍这一把是介绍型的三德刀。那介绍型的三德刀呢，我这次找这一把算是长度比较正常，就是比较家常用的刀子。对，三德刀呢，它是一般家庭比较常会去使用的刀子，就是家里面一般会使用到刀，手法呢它都可以做到。对，像戈登拉姆齐他本身也非常喜欢用三德刀，那它主要是拿来切菜啊，然后切肉这些都可以，因为家里面不会做到一些太精细或太粗犷的一些工作，所以一把三德刀在家庭里面就已经非常的好用了。这把三德刀呢，我之所以会选它呢，就是因为呢，它是VG10的钢材做的。然后 VG10是非常硬的钢材，然后品质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它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刀面呢有做垂木，两面刀面都有做垂木。那垂木的功能呢，是为了让切菜的时候菜呢不会粘在刀背上面，会直接掉下来，比较不容易粘在刀背上面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比较有趣的是它是多层钢，对，它是一把多层钢的刀子，折叠钢。有所谓大马士革纹的折叠钢的刀子，然后它这一把呢，它是17层的，它是17层的钢材去打的，对，它折叠了17次。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种刀子，就看起来就很漂亮。对，那三德刀它主要拿来切，就是一般家庭来说拿来切菜啊，或是拿来切肉。那我们这样对一下，它刀子圆弧状的部分在这边，前面地方是圆弧状的，然后中间开始呢都是平的，所以呢它可以非常的贴起它的刀，如果在切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贴起刀子，贴起砧板，所以比较不会有切不断的问题。对，那在贴起砧板的时候状况非常的好，然后不会有切不断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因为它前面这边是弧度的，所以你可以用滑刀都还是可以滑得很顺，然后用跳刀也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有一半的刀面是垂直于刀柄的，然后你要用刀子的底端来剁东西，这样也没有问题，都很好，因为它这边是有弧状的，所以你可以手压在这边，然后这样切东西，这些都很方便。就我觉得这把刀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一把，对，就是算是非常多功能的家庭里面用的刀子。再第2把呢是厨刀，对，是西式牛刀，它是一把西式的牛刀。那因为牛刀比较尖，所以它这边有刀槽里面有放一个这个防止它戳出来的。然后刀子里面都有附说明书、使用说明、日文跟英文版的说明。这把主厨刀呢，它是一般的牛刀，那它在使用上面，它一样就是这边的垂木是一样，这边是有垂木的，让刀子可以用切菜的时候呢，菜不会粘在上面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一把比较特别是它是33层钢，一样。这把呢一样是 VG10的钢材。这把一样是 VG10的钢材，可是呢，它是33层钢的折叠钢，它的折叠的比刚刚那边还要细很多。对，可以比较一下。对，它刚刚的波浪的纹路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细蛮多的。然后垂木也打得比较细。那这一个呢，它的那个折叠钢是33层的折叠钢。那这把牛刀呢，会稍微会比三德刀稍微长一点，它这把呢，是24公分长的厨刀。正常来说，我通常会是用21公分。那为什么这把会选24呢？因为它的刀子非常的轻，而且刀子非常的薄。它比起一般的刀子呢，它刀子非常的薄，而且整个钢材非常的轻巧，所以操作起来呢，其实不会觉得笨重，然后也不会觉得蛮灵巧的。然后一些细部的工作呢，其实做起来都还蛮不错的。这边是一样是有弧度，因为它是牛刀，然后要利用滑刀啊跟跳刀啊都没有问题。因为它前面这样，所以你可以用刀的底部去切东西，这些。所以这把刀子呢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 VG10的钢材非常的好，然后比起一般24公分长的刀子，它其实握起来是灵巧的。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我比较不喜欢那种日式的那种柄的握柄啊，对，那种6角形或8角形的握柄，我比较没那么喜欢。我喜欢这种底下可以卡小指头的，小指头可以卡在这边的
这样握起来我觉得比较舒适一点点。虽然我手也没有真的大到需要这个啦，但是这样握起来我觉得比较舒适一点。然后刀子是一体成型到这边。对，一体成型到这边的，所以如果就算这个用了，虽然几率不大，可是用了几百年之后呢，这坏掉的人就换这个部分就好了。所以它整个的稳定度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基本上你不要去粗暴使用它，它是不会坏的啦。对，而且它刀刃非常的薄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如果你想要切菜切得更快速的话呢，薄的刀刃呢会让你做到，会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情。你在磨的话，也不需要磨太厚的部分，就是稍微磨一些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力度了。那当然薄的刀刃就是刀刃会比较。相对来说是容易崩，可是因为它是 VG10的钢材，那 VG10的钢材因为够硬，所以其实我不太担心这件事情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一把比较特别，它蛮长的。那这把是一把柳刃，对，可是它跟一般柳刃不太一样，它是一把切腹柳刃或是剑形柳刃。所谓的切腹柳刃呢，是前面这边是像是剑形的，对，前面这边呢是剑形的部分是这样子凹下去，然后它比一般的柳刃要稍微的更直一点，更直。它的弯度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呢，它接触到砧板的面积会更大，它可以更直接接触到砧板。这一把呢，我是有想要把它当做我的厨刀来使用啦，就是我一般切菜的厨刀这样子。那这是我的一般在使用的柳刃，就是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柳刃的刀型。对，这把也是不锈钢的，这是针灸做的一把柳刃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说，它们两个刀型就不太一样了。这边的话，这个是有弧度，那这边的话就是弧度会稍微少一点点。弧度稍微少一点点，所以呢，它在切的时候呢，用法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这两把最大的差异就是这是日式的做法，就是它是单面刃，它这把是一把单面刃的刀子，它这边是整个斜下去，然后这边是平的，是一把单面刃的刀子。那这一把呢，它是一个双刃的刀子，就是两边刃的刀子。所以呢，你就用一般厨刀的磨法去磨它就可以了，一般西式刀的磨法去磨它就可以，就是要磨一面刃啊，这样子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不熟悉。那这把的话就是双面刃的，而且它非常的薄，它的刀子真的非常的薄，这两把薄度都差很多。所以用起来呢就会有点不一样，那这把就很轻巧。那这把柳刃就稍微比较硬一点，那就是它两个做法或用途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那柳刃的话，这把就是它的接触面积非常的大，对，跟砧板的接触面积非常大。那这把呢就是它前面是比较翘的，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少一点点。那这把一样呢，它是有后面有垂木的，然后一样是33层钢。这把柳刃呢一样是33层钢的柳刃，然后是剑形的，所以看起来切东西看起来就很帅气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切起来比那个生鱼片刀还要再帅气一点点。然后多层钢也，这把多层钢也非常的漂亮。因为我自己看过蛮多主厨，其实他们是用柳刃刀或是片刀来当他们的主厨刀，因为他们觉得比较轻巧、比较长，然后比较尖，所以他们做一些操作会不一样。那这把呢，我蛮喜欢，就是它的刀型是蛮好的，就蛮适合我的。然后切东西也可能会用到比较多的这种方式去切。那如果都是这样子滑刀啊，这样子切啊，这样子切，然后不太需要用到刀底的话，这种比较薄的刀会比一般的厨刀还要更适合你一点点。对，如果说你会比较用到这底部的话呢，这种就比较不适合。那如果说你不会那么常用到底部的话呢，这种刀子其实还蛮好用的。那这3把呢，就是我这次从借带回来的3把刀子。那我带这3种啊，然后我带蛮多把回来的，因为就是有人请我帮忙带。好，那这3种刀就是我这次从借带回来的刀子，这算是我个人平常会使用到的刀子啊，就是也是一般大家会比较需要用到的，就是蛮常用到的刀子。对，尤其是像3德刀，其实大家接受度还蛮高的。像3德刀的话呢，它就是不论你是一般的厨师、你专业的厨师，或者是家庭主妇，其实它都很够用。它其实都很够用，而且在很多场合里面它都可以使用到。这把主厨刀就是我觉得是在蛮轻巧的一把24公分长的主厨刀，而且它的刀面够宽，对，那整个刀面是蛮宽的，然后蛮适合就是各种手型的人。这样握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他手比较大，他的小指就会堵到砧板。那这把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很多手指比较粗的人都还没什么问题，对，因为它这边刀面是够宽的。那像这把柳刃呢，它就拿来切东西，就是拿来切生鱼片这些的，都会蛮好用，因为它非常的薄。也很轻巧，然后应该会蛮容易磨成你想的刀型的，就不会像是单面刃的刀，你就要注意会有左右手的问题，因为单面刃的刀呢，左手跟右手的是不同的刀，然后如果你刚好是左撇子呢，很衰，因为左撇子刀特别贵。这种双面的片刀呢，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呢，其实都没有问题，它都很好用。如果说你是左撇子呢，那我觉得与其去买比人家贵很多的左撇子专用的柳刃刀呢，还不如买这种双面刃的，就是双刃的，我觉得还比较好，因为它会比单面刃的还要更好用，就是更实用一点，而且价格也不会比较贵。然后如果是你喜欢用不锈钢的主刀呢，这把 VG10的柳刃刀，就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比起碳钢的刀子，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容易生锈。如果是家里面使用，或是你的工作场合没有这么长的使用到，你也没有那么勤快去保养它的话呢，
我觉得不锈钢的刀子呢，会比碳钢的刀子还要更适合你一点。那如果说你每天都愿意去磨你的刀啊，去保养你的刀子的话，那当然 OK。碳钢的刀子的表现一定会比你好，因为它更容易磨得更尖，然后能够它的硬度可能更高，然后可以磨得更利，更容易磨成你要的刀型。但是呢，就是碳钢的脆度会比较高啊，但是呢，它就是会生锈，那就看个人的保养的习惯。那这次我从大阪回来呢，因为这是就是有帮人家顺便带刀子，然后自己有买刀子，然后大家就问说，那你就干脆开个团购算了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我会放一个链接在下面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说，如果现货的话，大家可以直接买。那大家有兴趣团购的话，可以看下面的链接，对，下面链接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团购这样子。今天介绍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然后按赞，然后记得帮我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会收到最新的讯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赞哦。然后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，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。